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赵丽颖哭了后，我才知道她和冯绍峰离婚的真相。9月21日，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花落赵丽颖。此消息一出，有人欢喜有人骂，这很正常。东坡先生早就说过，高处不胜寒，承受质疑是王者自带的资质。如果说内娱有哪个女明星对普通女孩的成长最有借鉴意义，赵丽颖当仁不让。热度过去后，结合赵丽颖谈谈出身比较差的女孩如何摘取好运，不再赘述尘封资料，直接送上鲜活认知。审判不想，出身比较差的女孩成年后步入江湖的第一关，就是要接受世俗审判。这个社会最显性的潜规则是慕强，不管哪个圈层，都是按照强者的傲慢在挑剔弱者。贫穷、土气、露怯、没有气场、匮乏见识，这是早期赵丽颖承受的诟病，也是成年你我曾经的羞耻。不必否认，大胆承认。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真相其实是，穷人家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吃挣钱的苦，却迟迟看不透人性的恶。如此，真正步入某个圈层后，就在猝不及防中接受拷打，连受重创，直面恶意，扛过了毒打，看透了人性，我们会抵达人生的更高维度。不怕吃生活和工作的辛苦，也懂得人性和社会的幽暗。加上穷孩子自带的善良和柔韧，会助我们在擅长且喜欢的事情上崭露头角。拿了双世桂冠的赵丽颖证明了这一点。她刚出道时被疯狂吐槽的太土气，学历低，大圆脸只适合演丫鬟。如今18年一晃而过，赵丽颖衣品妥帖，演技进步，公开资料的毕业院校仍是廊坊电子信息工程学校。不跟风整容，不兜售隐私，凭借演什么像什么的演技，在85花中脱颖而出。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骗我，我当如何？你且忍他，让他，避他，由他，耐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。再过几年，你再看他。这是穷孩子谋生的第一条法则。不想去沉淀、诬陷、赌行。总有出身贫寒的姑娘给我来信，说出身普通，工作努力，获得奖项，却遭妒忌，被造谣和领导有一腿，要如何自证？我回复他们：不要自证。你要如何自证和领导没有一腿？你一张口，人们听见的只是有一腿，而不是没有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房间里有只粉色大象的自证陷阱。我让你不要去想象房间里有只粉色大象，你头脑里首先窜出来的恰恰是一只粉色的大象。人类大脑的设置是感性永远快于理性一步，大脑要先感性的意识到听到的是什么，而后才能理性的遵从不要那个什么。永远不要向诬陷你的人自证，因为自证无异于剖腹验证吃了几碗凉粉。诬陷你的人比你还清楚你有多冤枉，他敢造谣你，就是看你出身不硬，没有靠山，容易欺负。否则他为什么不敢造谣张局长、王处长的女儿？那就任由恶人伤害吗？不去自证谣言本身，而要敢于升维解决。赵丽颖2018年至2019年陷入非常歹毒的恶意，她没有自证，而是赌行的该干嘛干嘛，同时采取法律措施维护自己声誉。这就是用升维的方式跳出与恶龙纠缠的泥沼。不与恶同频，恶就不会反噬我。跳出恶的陷阱，恶就原形毕露。你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有人造谣你，不要辩解，不要自证，不要纠缠，继续赌行，把那些伤害你的人甩得远远的，就仿佛他们死了一样。而后用更高维度的力量灭世、反杀、
雪耻。这是穷人家谋生第2条法则。赌行，去登高，喧嚣，沉香。没有后台和人脉的穷孩子，就是要多干活，不问公不公平，也不管合不合理，凡是交给我的工作，发给我的机会，我都干，而且干到极致，干到无人企及，干到风生水起。这不是笨，这是蛰伏，是在不断做事中积累资本。我当年做记者时，对又累又难的采访从不拒绝，领导交给我，我全盘接收，而后砥砺达成。我深知，像我这样出身贫寒的普通女子，必须依靠技能活命。越是艰难辛苦的工作，越藏着增长技艺的机遇。赵丽颖大紫大红之前，不管好的坏的本子，都怀着敬畏之心去饰演，演得多了，大家就记住她了。她在与更优质前辈的切磋中，得到更多资源和庇护，甚至成为资方本身。如今，她越来越谨慎挑选角色，爱惜羽毛，那是她有了底气和资格。很多人说，选择大于努力，这让很多出身不硬的人得到安慰剂。我不能，是我没有选择。我对这句话一直持有异议。这句话本身只是有50%的合理性，但对穷孩子来说，你只有努力了，才有资格选择。选择不是一个决定，而是一种能力，需要见识和能量加持的能力。你根本就没有孤注一掷的努力过，你拿什么去选择？穷孩子最好走的路，是把擅长且喜欢的技艺磨砺成谁都搞不垮的后台。这是一条在精湛技艺中修行自我的路，很难，会吃很多苦。但巅峰和荣耀，取经和得道，哪一样是容易的？除非你生来就是住在罗马的人。穷孩子想要去远方，就要心有沉香。越是混乱喧嚣的时代，越如此。这是穷孩子谋生的第3条法则。砥砺，怀沉香，情爱，期待。我是在赵丽颖这次获奖后，才懂得她当初为何和冯绍峰离婚。准确地说，是获奖后的赵丽颖拿着飞天奖杯，流泪说出举办下那句“我从不期待”。因为事与愿违的台词后，我顿悟了她和冯绍峰离婚的真相。有尖锐的矛盾，有积攒的暗伤，更有破除情执之后的情爱免疫。赵丽颖出道前后，极少为情爱分神，也从不靠男人加分，甚至她极少在公众场合提及私人事体。对赵丽颖式的女子来说，情爱只是桥梁，从来不是归宿。男人、情爱、婚姻、生育，只是他们试炼强壮自我的路径，而非他们舍命攥紧的砝码。他们更在乎的是自我的感受和重量。他们对外在的人事物，包括议论和评价，都不期待，不期待从男人、爱情、婚姻那里得到救赎，也不期待从外人、他是时代那里得到褒奖。不期待，不是心死，而是完全没有了执念，是一种的知我性，不得我命的从容。缘何如此？是穷女孩一路跋山涉水的走来，积攒过太多事与愿违的失望，故而放下了命运独爱的妄想。赵丽颖式的女子，唯一期待的是能掌控也能得到的自己。这种沉默的清醒，让她们身上有种超越女性感性与缠绵的冷酷感和清冽感。不爱的人，迅即离开，绝不交恶，也不纠缠。不成的事，马上放下，绝不内耗，也不回首。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比如建设自己，奔赴事业，安顿身心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故我理解赵丽颖式的女子缘何会像男性那样对情爱怀有冷冷的绝情。情爱从来都不是他们人生版图上浓墨重彩的一章，若成华章，也会感恩；若成鸡肋，果断舍弃。这谈不上好，但这是赵丽颖式的女子识人性、破情执的成长后获得的清凉和自由。
这也是穷孩子谋生的第4个法则：破执，去城市，荣耀，享用。我对赵丽颖最深的印象是她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如果我得意，我也不排斥，我要认同就是得意了，我就是很风光。这句话对我的震撼不亚于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穷孩子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安全感匮乏，而是不配得到感。尤其是一路向上的穷孩子，慢慢变得强大富有后，就像全红婵超越陈芋汐拿到了奥运金牌，她的第一反应是我拿了是不是不对，而不是我这么努力，我终于如愿，我太棒了，我努力了，我得到了，我很光荣，我很得意，我很风光。这种对自己劳动果实发自内心的配得感，是迷人的自我认可，也是穷孩子心灵版图上需要完成的最后一块拼图。多少出身普通的穷孩子，穷其一生都在寻找我能，我配，我可以，我值得拥有这世上最好的一切的自我认可。赵丽颖做到了，这也是穷孩子谋生的第5个法则：得到，享喜乐。恰如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所展露的那样，我是一个女子，但我向来不弱，我要让荣耀向我俯首。